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世界汽车霸主 Toyota 背后的成功秘密。Toyota 的品牌其实原本是写成 Toyota， 那汉字就是丰田汽车创业者丰田喜一郎的家族姓氏。但后来考虑到这个 DA 啊是浊音，那浊音就是他用的喉咙音比较多，他声音其实不太好听。那还有一说是说写成片假名的时候 ，Toyota 刚好八画，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兆头，所以后来他们就把名字从 Toyota 改成 Toyota。那在开始之前，一样，请大家来一起猜猜看，作为日本在全世界价值最高的品牌之一 ，Toyota 家族持有整体 Toyota 多少的比例呢？1%36%，2%21%，3%13%，4%14%，5%10%，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猜对呢？答案是4%。另外，丰田的社长丰田章男，他的持股大概是0.1%。其实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 ，Toyota 已经超过了一个家族能够控制的范围了。那丰田家族也慢慢演进成接近这个 Toyota 集团里面天皇家的存在。那当然，重要的决策还是会请教说，这个天皇的圣意是什么？不过实际上支持这整个庞大的自动车帝国的，其实呢是两股力量。第一是优秀的加成 ，Toyota 一直到今天虽然还有一些波澜，不过大致上还是维持着这终身雇佣制。那以前我还在 Toyota 工作的时候，也遇过不少爸爸是，然后儿子也是的两代的 Toyota 人。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我看到这些人还有这个父子他深深以这个 Toyota 人为荣。那在许多决策上也觉得自己跟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我觉得除了加成以外，另外一个就是驰名天下的 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丰田生产方式。在我们开始讲这个丰田生产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先聊一下汽车的进程。汽车被发明的时间，有人说是17世纪，有人说是18世纪。不过无论如何，汽车被发明出来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是作为一种奢侈品的方式存在着。那以前做汽车的时候，需要这个手艺非常高超，然后非常资深的工匠，他必须用手工去配置说汽车的部位零件呢。那其实里面很多组装的这个窍门，都藏在每一个工匠的这个手艺里面。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想象说，纯手工做出来的车当然就非常的稀少，所以价格上也只有这个贵族或是当时的上流社会才可以负担起这个价格。当然这个汽车的技术，包括引擎变速器还有这个驱动轴，它都不断的演进。不过汽车一直都是非常少数极度富有的人他的身份跟地位的一个象征，直到亨利·福特的出现。1908年，亨利·福特把汽车重新定义，那做出了整个汽车史上划时代的革命性产品 Model T。那这个 Model T 呢，它的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把过去汽车这些多余的装饰全部都拿掉。那它追求的是一台结实耐用，然后又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的汽车。1913年，福特又把这个泰勒的流水生产线的技术运用到汽车的组装上，那真正的改变了整个业界。这流水线呢，把工人需要的技能分割碎片化，所以每一个人只要对自己负责的那一小部分熟悉就好。那透过在流水线上的重复大量的操作，所以他那个部分的技能呢，可以很快的就娴熟起来。于是这些汽车的生产不仅不再需要依附在这些技术高超的工匠的手艺上，更容易的把这个生产标准化跟规模化，整个生产的效率也大幅的提升。原本组一台车需要12个小时，但出现流水线以后，就变成短短的1.5小时。那福特当时一年产出了将近31万辆的 Model T， 比其他的300家世界的车厂产量全部加起来都还要多。那从价格上我们来看对比其他车厂，那时候一台车动辄$3000的售价 ，Model T 一开始的售价就只有$850，还不到其他车厂的30%。那从这个价格上进一步的压缩
Model T 呢，为了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所以它把原本有提供红色啊、蓝色啊、绿色啊、灰色这些汽车颜色的选择，现在全部都改成只提供黑色。那价格更持续降到$259，完全颠覆了汽车业界的一个生态。好，我们把时间推进到丰田开始造车的一个阶段。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福特的生产方式，这个流水线的方式，在美国的各车厂后续也广泛采纳了福特这样的一个量产低价的一个策略。作为日本的车厂，面对薄利多销的美国车，包括丰田在内，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因应呢？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大野耐一。还记得我们开头说，让丰田走到世界第一的车厂，支撑着整个丰田庞大自动车帝国的两股力量，就是优秀的加程，还有丰田生产方式。大野耐一也就是开启这两者的创造者，也是开启整个丰田时代最优秀的加程之一。大野耐一他从名古屋高工毕业以后，在1932年进入了丰田纺织。1943年从丰田纺织转到丰田自动车。他从厂长开始，一路扎扎实实的当到了副社长。那以下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就叫他大野哥。想要知道丰田纺织跟 Toyota 之间的关系，在看完这个影片以后，我也非常推荐我们上一支影片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大野哥他进到了丰田自动车，他一开局就是这个战后的百业凋零。其实日本经济一度崩溃，那丰田还一度濒临破产。整个外面的政经格局是这样，那在汽车业来说，战后更是百家争鸣。日本那时候汽车的市场还很小，那一度曾经有10几家日本的车厂来瓜分这个非常非常小的市场。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还有许多价格低廉的美国汽车大量的输入了日本。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换成您是大野哥，你会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可以做 benchmark， 我们来模仿当时业界最领先的美国3大车厂 GM、福特跟克莱斯勒。不过日本的条件又不像美国，日本它本身资源非常不足，原物料又非常昂贵，国内市场很小，竞争又激烈，所以它没有这样一个规模化生产的条件跟本钱。也因为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市场的区隔被切割得非常细碎，消费者的需求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元。不过我们说越是在艰困的环境下，越能够展现天才的不凡。看似这个非常不利的开局，恰恰就是我们大野哥展露光芒的契机。在这样的一个困局下，大野哥首先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想法。虽然说生产的量很少，要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样式很多，不过在这样一个少量多样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思考说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呢？大家现在在荧幕前面应该会偷笑，哪有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莫非这个大野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惯老板吗？不过我们不要忘了，大野哥他其实不是老板，他是丰田纺织扎扎实实的技术出身。那在丰田汽车，他从工厂长开始，每一天都在第一线不断的造车。那也就是在这个大野哥每天造车的循环中，他找到了属于他的解答。第一个解答是 just in time， 后人叫它 JIT。我们来想定一个情况哦，今天我们有一个工厂，那我们今天下午要生产一批货物。昨天下午原料的供应商把货物送进来，那我们傍晚我们的员工就把原料拉进了仓储。今天早上员工把原料从仓储拉到厂房里面，那我们下午就准时开始生产，一点都没有耽误到。以上看似非常顺畅、非常合理的生产流程，不过在大野哥的眼中却充满改善的空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他的机会在哪里呢？其实这也是我当年我在丰田一再被传授的减少무駄，也就是我们中文说的浪费。比方说我们刚刚的例子哦，昨天下午原料供应商把货物送过来我们公司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产生了3种的무駄。首先，我们需要有人来应对这批来的原料，需要有人搬运，需要有人储存。再来，我们还需要保留一个储藏的空间来放置这批原料。第三呢，隔天早上我们还要有人把原料从仓储拉到工厂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减少这3个浪费？
相信讲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可以想得到大野哥提出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让原料的供应商在今天生产前再把原料送过来。那送进来的时候，直接送到厂房的备料区，直接衔接上生产，这就是最基本的 JIT。这想法看似非常简单，但实际上需要非常多的细致的调整。比方说，供应商需要了解到我们生产的时间、数量还有节奏，所以我们必须保留这个物流还有讯息的同步。要做到这样，除了我们要跟供应商联系良好以外，我们自己也需要了解自己生产的好的节奏，每一环都有自己的既定的节拍，这样我们才能够预估自己工厂的生产，自己工厂的生产做好了，才可以跟供应商做精准的同步。不过这样还不够，如果我们生产不稳定，一下产量多，一下产量少，对于调度 JIT 来说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产量大的时候，我们原料不够。产量少的时候，我们原料又用不完，那我们又要把它搬回仓储里面，这些都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第二块拼图，也就是大野哥导入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平准化，日文叫黑准卡。也就是说，在丰田并不是你做的越多越好，而是尽可能的把每一天的产量都平准化，避免高峰，避免低谷所造成的不稳定，影响 JIT 的运行。当年我在丰田受训的时候，也常常被提到说，如果一个单位的某些员工常常需要加班，其实主管是会被检讨的。所以丰田所相信的信念是，加班并不是好事，做得多做得少也都不是好事。那到第二块拼图的这边，其实大野哥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可以进一步解决他想要的少量多产，那又要有效率的一个困难。所以整个流水线的革命就诞生了，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三块拼图，那就是拉式生产。在过往，生产其实是在流水线的环节，不断的把加工的产品一直往下一关去做推送。讲白话一点，反正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下一关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就全部都推到下一关。不过这样会产生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一关一关一关的推下去，下一个关卡未必已经准备好可以生产，有可能我上一关来的太多无法对应，或是下一关需要的量太大，上一关给的根本就不够。所以就算我们这些都非常顺的全部都生产好，这些生产好的产品堆到我们的仓库里面，它也未必反映市场的需求。如果它一旦变成库存，就是最大的浪费。整个拉式生产的精华其实是由最终的市场的需求所决定。比方说，最终市场它要的是一个礼拜是5000台车，那从市场端开始一关关回推，比方说物流的配送，比方说生产的产量、时序等，以最后一道的作业来决定说之前需要加工多少的产品，一关一关回推前一个作业所需要的备品。所以每一个生产线上的动作就会变得非常的明确，那最终跟市场的波动就会完美的衔接。为了完成这样的目标，看板的导入就非常的重要。每一道生产的作业之间都要能够有效的沟通，以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刚刚所提到的整个拉式生产。最后我们来讲自动化。丰田生产方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有人编的动，也就是说，把所有设备导入自动化的时候，都必须要跟人一样有异常判断的能力，对于错误出现的时候，自动做出相对应的异常处理。所以不只是说自动生产它需要的零件，更重要的是发生品质问题的时候，我们整个系统是可以自动停止的。这概念最早是来自于丰田的创办人佐吉先生的织布机，只要线断掉或是用完，机器就会自动停止，不会持续产生不良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AI 人工智能。丰田生产方式其实早就把这样一个类似 AI 的概念导入到它的整个生产的方式中。话说回来，这个人编的动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在整个自动化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是要由人去驱动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在生产线上的每一个人，要早一步发现问题，早一步提出解决方案，在每一天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不断的改善这样的一个流程。这改善日文叫 Kaizen， 也成为丰田的基本精神之一。
后来传到欧美，他们就把它翻译叫做 continuous improvement。这一整套的生产方式也被叫做 lean production， 精实生产，变成汽车生产的典范。整个大野哥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丰田家的授权跟持续的信任。最重要的一个推手，就是我们上一集提到过的丰田喜一郎。也因为丰田的整个王国是奠基在精实生产上，所以不管是喜一郎或是大野哥，他们都是技术出身。丰田也一直有非常强的现场主义的文化，那在日文叫做现地现物 （genchi genbutsu）， 也就是说发生问题的时候到现地去亲眼确认现物，在现地现物的精神，让决策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不再只是说总部啊办公室冷气房里面几个幕僚这个闭着眼睛拍板，而是第一线不断跟顾客、不断跟客户、不断跟生产的一个互动所产生的最真实的一个现实。那决策在丰田的精神中，就必须基于这样一个现地现物的基础，那构成整个丰田生产方式 TPS。我是 Ben， 希望透过这个频道可以很轻松，但是又不失有知识点的跟大家天南地北聊聊我在日本近10年观察到的点点滴滴。所以每一份订阅、按赞、分享跟留言都可以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希望能够有机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深度理解日本。谢谢。